网络安全入门第一课：不要相信任何人。记住了，是除了你自己以外的任何人。2016年，伊利诺伊大学研究人员做过一个实验，他们在校园里头随手扔了将近300个 U 盘，什么都没做，就放在路边、停车场、教学楼门口，然后观察会发生什么。结果是98%的 U 盘在很短时间内就被人捡走了，差不多一半的人捡到以后真的把 U 盘插进了自己的电脑，而且还点开了里面的文件。最快的一个人6分钟之内就捡起来插上了。没有人逼他们这么做，纯粹是好奇心，外加一种没什么道理的安全感。这只是个 U 盘而已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今天我就用一个视频带你弄明白，为什么说捡来的 U 盘它可能造成的后果远比你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。而且在视频最后，我还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处理这种 U 盘。2014年的黑帽大会上，两位安全员公开了一种手法，叫 Bad USB。它的原理是这样的：每一个 U 盘里面除了存储芯片，还有一块单独的控制器芯片。这款芯片相当于一个身份牌，每次连接之后，第一时间这块芯片就会向电脑介绍自己，我是谁，我是什么设备。这块芯片的固件可以被重新编程，一旦被改写，U 盘插上电脑的那一刻是可以谎报自己身份的。简单点来说，你平时用电脑的时候，插上 U 盘会跳出提示问你是否进行杀毒扫描啊，或者还是直接打开，这是因为芯片已经跟电脑说了，我是 U 盘，咱们之后呢按照 U 盘的程序走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用鼠标和键盘的时候，虽然说它的插口都是 USB 形状，但插上以后从来不会跳出来提示问你是否要运行这个键盘和鼠标，这些设备永远是插上的第一时间就可以用。Bad USB 这种方法呢，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在 U 盘插入的那一刻，控制器芯片就跟电脑说了，我不是 U 盘，我是一个键盘。那电脑就说啊，键盘呀，那来吧。因为系统对键盘是天然信任的，它不会拿杀毒软件去扫描一个键盘。所以说，这个 U 盘一旦被识别成键盘，它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开始打字。这个设备呢，就会在几秒钟之内模拟一串预先已经设定好的键盘操作。比如说打开命令行、输入指令、安装后门，整个过程在电脑看起来就好像有人在飞快的打字。但是从我们人自己的角度来看呢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电脑后台操作的，那根本看不出来电脑在干什么，所以你也发现不了其中的端倪。这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这个手法被称为无法被修补？它利用的不是某个软件的漏洞，其实用的是 USB 协议本身的这种设计。任何设备只要是 USB 接口，都可以声明自己是什么设备。你说什么，我就是什么，系统无条件相信。这个前提不改，那这条路就一直开着。所以说，这 USB 协议本身就是一个漏洞。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呀？能被这样改写的还不只是 U 盘，甚至普通的充电线，只要里面有可编程的控制芯片，都可能被动手脚。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渗透测试工具，比如说外观和普通 U 盘看起来一点区别没有的 USB Rubber Ducky，或者看起来是一根非常普通的数据线，里面却藏了一些芯片，其实他们用的都是同一套底层逻辑。而且这些东西现在花几十美元就可以买到成品，你说可怕不可怕？而这些事儿呢，尤其是视频刚开头的那个实验，其实说的只是普通人的反应，就是这种好奇心会战胜自己的恐惧，捡到东西人本能的就想看看里面是什么。但是这种手法所造成的危害真的不止于个人电脑。2010年的阵网病毒就是这套逻辑里面最极端的一个案例。2016年10月，白俄罗斯的一家安全公司收到了伊朗客户的报告，有一批电脑反复死机、自动重启。查下去之后，他们挖出了当时见过最复杂的一个恶意程序。伊朗最大的核设施设立在了纳兹坦，核设施属于一个国家的命脉啊，用的是军事级别的防御机制，物理隔离，完全不连外网。既然连外网不安全，那干脆防火墙我都不用了，我直接把网断了，彻底打消顾虑。但是后来这件事儿是，据说有人冒充承包商，把带病毒的 U 盘带到了基地。U 盘被合作方使用之后，触发了其中的病毒，从而一发不可收拾。这种病毒的传播方式，简单来说是利用了 Windows 处理快捷方式图标的一个漏洞。用户根本不需要打开文件，病毒被写在了快捷方式的图标里头。
也就是说根本不用双击打开这个病毒的文件，因为在预览它的时候，这个病毒就已经被执行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只要你能看见这个图标，那你的电脑应该已经被感染了。而且由于核基地里头不连外网，所以他们对内网的安全就有些懈怠，他们的加固做得不到位。比如说最重要的 VLAN segment 就没有做好，导致了一台被感染的电脑串联到了内网所有设备上面。顺便说一句 ，VLAN 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了这里头。如果你打算了解网络安全相关知识，那 VLAN 是你必须要弄明白的东西。如果朋友们感兴趣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可以单独讲讲 VLAN 是什么。言归正传，病毒入侵电脑之后，因为设施内部网络分区做得不好，它就能从第一台被感染的电脑一路横向扩散到整个内网里面。最终呢，就找到了控制离心机的那批西门子工控系统，利用零日漏洞一步一步的拿到更高的权限。拿到很高的权限之后，他干的事儿其实很阴险。他的目的呢，就是偷偷的让离心机转速忽快忽慢，就从物理层面把机器给损坏，同时往监控屏幕上回传一切正常的假数据。操作员盯着屏幕，看到的是正常运转，但离心机正在被一台一台的废掉。而且这个病毒为了不被拦下来，他给自己的驱动盖上了从2家真实的硬件公司被盗来的官方数字签名。Windows 一看签名是来自正规公司，那直接就放行，被当成了可信任软件，连基本的警觉都没起。据说当时伊朗在这个核基地里头有9000多台离心机，最终呢就因为这个病毒报废了将近2000台。媒体都认为这是一次国家级的间谍行动，但是呢，至今没有任何国家正式承认。整件事的导火索其实就是因为这小小的 U 盘。USB 这个接口本身是信任假设，跟你在网络安全防护几乎没有关系。纳斯坦的那套系统呢，从设计上就没有联网，理论上不联网就绝对安全，但只要还有一个 USB 接口，还有人愿意把不知道来源的设备插进去，那这条路就始终存在。哪怕对方是一座核设施。咱们话说回来，如果你真捡到了 U 盘，那只能扔了吗？其实也不一定。你掌握正确的方法呢，还是可以让你获得一个免费的 U 盘的。比如说第一种，虚拟机。你可以在电脑里装一个 VirtualBox 或者说 VMware， 建一个非常干净的虚拟机，什么都没有，关掉文件夹共享和剪切板共享，这2个很重要。把 U 盘连接到这个虚拟机里头查看，并且格式化，就对付那种伪装成文档自动运行的传统病毒，这一招基本上就够用了。万一真出了问题，再重新安装虚拟机就好了，就跟没发生过一样。但是呢，它对这个 Bad USB 的这种，也就是刚刚提到的那种硬件级别的伪装效果有限。虚拟机因为本身它还是要把这个 USB 设备原本的递给你真实的系统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他谎称自己是键盘，那虚拟机一样会照单全收，命令都会被敲进去，所以这种方法还是防不了 Bad USB。第2种方法就比这个好多了，硬件防火墙小盒子，比如说开源的 USG 这类型的硬件防火墙，它的位置插在了 U 盘和电脑之间，是一块物理的防火墙小盒子。它自己用2块互相不完全信任的芯片，把 U 盘发过来的数据重新翻译一遍。U 盘说自己是键盘，这个盒子根本不听，只放行存储类型的读写数据。任何假装是键盘的这种发出的指令，在这一层都会被拦下来，传不到你的电脑上。这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专门针对 Bad USB 协议层伪装的解决方式。如果说呀，你嫌几种都麻烦，那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式，你就是牺牲设备法。你要找一台不联网、没有任何重要数据的旧电脑，专门用来测试这种来源不明的 U 盘。最坏的情况呢，也就是这台牺牲品被装上点东西，跟你正常在使用真正的设备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期讲的呀，所有手法根源都是同一件事儿，系统默认相信一个 USB 设备会如实的告诉你它是什么。所以说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也不要相信任何设备。咱们普通人能做的事儿其实不复杂。捡到了一个 U 盘，其实也没几个钱儿，对不对？不管它看起来有多正常，别那么大好奇心，想着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在公共场所的充电器、数据线、U 盘，能用自己的尽量都用自己的。如果说呢，你的工作环境对这件事比较敏感，你就花几块钱买一个 USB 数据阻断器，在物理层面掐断数据通道，只留充电功能，比任何防护都管用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用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
有可能你想看的内容就成了咱们下次聊的话题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